大家好，欢迎观看居家101，我是阿杜。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以及清理我的 Roborock 吸尘器机器人。现在市面上有非常多不同厂牌的机器人，我只有用过 iRobot、Neato， 然后就是这款 Roborock。Roborock 是我觉得相对之下比较满意的，不过因为使用的时间不同， iRobot 跟 Neato 我用的都是比较旧的款式，所以我拿来比较的缺点，他们可能在新型的已经改善了，只是我并没有用过。还有也不是说新型的就比较好，我这款是 Roborock S5， 在出了 S6 之后，网上普遍认为 S5 的性价比更高一些。我今天将会分享我用过这几款使用后的经验，然后对我的 Roborock 吸尘器机器人进行介绍以及清理。这边顺便一提，本频道所介绍的产品完全是个人经验，没有在对任何品牌做广告。那我们就开始吧。我最早使用的是 iRobot 的 Roomba， 它的吸力比较弱，而且边刷经常会掉。我后来就换成了 Neato 的吸力很强，不过非常吵，基本上只有在出门的时候可以开，而且大概是因为吸力强的缘故，电池衰减得很快，我基本上半年就需要重买一次电池。我这样大概坚持了2到3年吧，因为吸得还比较干净。我在用 Neato 的同时，还使用了 iRobot 的 Brava 拖地。Brava 的拖地效果很好，但是它没有办法自己回去充电，还有就是它的轮子是有一圈橡胶的，我的橡胶不到1年就老化脱落了，我把它粘回去后，它有时会在原地打转，然后电池之后也开始有点问题。我最后换成了 Roborock， 这是小米投资的品牌，因为我使用的经验不错，所以后来又买了一台小米的 E-Series， 它们的结构基本一样，使用的 App 也一样，只是 Roborock 这款还附加了拖地功能，所以我将以它来介绍。首先，这个机器人3个按钮中间的按钮为开关，不管是开机还是关机，这个按钮是需要长按的。如果只是按一下，那它只是会开始清扫。长按按钮之后要过一阵子，它的灯才会熄灭。长按按钮开机时会有个开机的音乐。开机之后，我们去 Google Play 下载 App， 它使用的 App 叫做 Mi Home。进去之后注册账号，然后登入。右上方有个加号，可以新增未连接的机器人，我的已经连好了，所以有2台显示在上面。进入加号之后，选择自己机器人的型号，如果连接不上，那有可能是 WiFi 有问题。WiFi 的显示是在打开盖子后的右上角，上面有个按钮写着重置。不过在 App 的说明是说，同时长按开关两侧的2个按钮，可以重置 WiFi。连上之后，到 Profile 你可以看到，这机器人也支持蓝牙跟声控，可以用 Google Assistant 或者 Amazon Alexa。选择好机器人后，右上方有3个点，可以打开设定选单。在设定选项内，你可以找到很多功能，你可以调节吸力强度，设定排程，让它移动到某个位置再开始。声音跟音量，我这个机器人的声音是选择动漫儿童版，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也可以直接遥控，观看清洁记录，甚至是让机器人发声来告诉你它在哪里。大部分功能你可能根本用不到，最基本的功能就在机器人本身上。放机器人在充电座时，记得要放在比较开放的地方，启动时最好在充电座启动，不然它会花一些时间来确定位置。这款有拖地，最下面还有一片塑料片，它是直接插入充电座的。中间的按钮是开始清扫，它跑过一次之后就会生成地图，有些区域它不会去，因为我故意把它挡起来了。这个机器人并不会非常吵，我每天晚上都会开。我在2楼睡觉时，只要门关起来，基本上完全不会影响睡眠。你可以看到，它的做法基本上是绕场1周，然后开始来回的跑。
我这个机器人已经用了1年半了，现在我1楼区域完全扫完，剩下 34% 的电，也就是使用了 66% 的电。这范围是65平米，也就是700平方英尺，或是20平左右。对用了1年半的电池来说，是非常超乎我预料的。机器人清扫完或快没电时，它会自己回去充电。在地图界面上也有清扫和充电的选项，你也可以手动按机器人开关右边的按钮，它也会回去充电。机器人左边的按钮则是区域清扫，你可以用地图选择一个位置，让机器人过去，然后再区域清扫，或是你手动把机器人放过去，然后按下按钮，效果都一样。不过区域清扫完，它会停在区域清扫的初始位置，不会自动回去充电。在地图上，你可以选择房间或区域来清扫，不过我基本上就直接让它全部都扫。地图左下和右下有2个选项，右下的可以调整机器人的吸力，左下的可以设定房间以及不扫的区域，也可以框出不扫的区域。也可以做出隐形墙，这些都是比较有用的功能。如果有必要，也可以用磁力条框出不要扫的区域。就清洁方面，吸力不如 Nitto， 不过我对它的吸力还是挺满意的，尤其是噪音小的优点加分不少。拖地的部分的确不如 Brava， 不过它的轮子没有橡胶圈，所以不会出现我 Brava 的问题。然后它是可以边吸边拖的，而且也会自己回去充电，这样加分许多。不过我觉得我目前最满意的是它的电池，我真的很意外，每天使用它1年半，电池还完全没有需要更换的迹象。我将它的盖子打开，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垃圾箱，将中间的按钮按下去，往上拉就可以取出垃圾箱。这个垃圾箱的盖子并没有开关，直接一掰就开了。我们将垃圾倒出，这后面有个过滤网，写着此处打开过滤网。只要一掰就开了，装回去时一样，把2个插槽插入，压一下就装回去了。这个垃圾箱和过滤网是可以洗的，你也可以换新的过滤网。洗完之后记得晾干才能装回去。又装回来了。我们把机器人转到反面。反面下面这个板子是拖地用的水箱，它左右有2个按钮，按下去后往后抽就可以拿出水箱。这块抹布是魔鬼毡固定的，里面有2个出水口，会慢慢从水箱往抹布加水。这个出水口过几个月可能会堵住时需要把它拆下来换一个新的就直接压进去就好了。这块抹布需要侧着拉，把它从卡槽拿出来。我通常是把它泡在漂白剂，然后我用洗脏东西用的洗衣机洗。不过要这样做需要囤很多抹布，装回去时从侧边的卡槽滑进去，然后粘回去。这个水箱有个橡胶塞，把它拉起来就可以往水箱加水。装完把橡胶塞塞回去。这上面有解说，我们以拿下来的相反的步骤把水箱装回去。水箱的前方有个滚刷，我们将这个2个按钮往内压，然后往上拉就可以打开盖子。滚刷直接就可以拿起来，滚刷的盖子可以清洁一下。这个边刷是有一个螺钉固定的，用10字起可以拆下来，看看里面有没有积头发。前面这个轮子也可以拆，感觉应该没有按钮，我捏住轮子2侧往上拉就可以拆下来了。我用吸尘器做一个基本清洁。这个机器人4周都有感应器，感应器也需要做清洁。如果感应器被灰尘挡住，机器人可能会出现误判。我拿厨房纸擦一下，不过最好还是用 microfiber。我这个雷射感应器1年前出过一次问题，不过清洁一下就好了。清洁的时候最好转一转，可以的话用空气压力喷罐喷一下，这样可以减少误判。我现在把底部全部的螺钉下来，
这个底盘就可以拆下来，这里面也会积灰。我一样用吸尘器吸一下，然后用厨房纸擦一下。我们把盖子装回去。我们用螺钉把边刷装回去。我这不是原厂的滚刷，不过都差不多。前面的垃圾箱有一个工具，让你移除头发。滚刷的旁边可以拆下来，这个东西我记得原厂的可以再拆开来，然后移除里面的头发。不过这个非原厂的好像不行，我需要拿剪刀伸进去剪。它的刷子是可以从侧边拆下来的，我这个非原厂的好像有点问题，把它装回去，然后移除上面的头发，清干净后装回去，盖子放回去。工具放在正面的垃圾箱旁边，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请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非常感谢，谢谢收看。